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战力到底有多行？答案或许比你想象的更恐怖。根据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的消息，马杜罗直接被送到了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上，随后被请至纽约。委内瑞拉明明坐拥苏30和 L-15猎鹰战斗机，为何不愿成败追击救回他们的总统阁下？其实不是不愿，而是不肯，因为在硫磺岛号身边还环绕着真正的怪物——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那么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战力到底有多恐怖？美军现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加起来能否秒杀俄海军？在世界海军的等级制度里，巡洋舰永远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存在，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更是巡洋舰中的帝王，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型号，更是一座武装到牙齿的海上堡垒。它既是美海军唯一的现役巡洋舰级，还是世界上第一款搭载了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战舰。它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专门扫除来自空中敌军战机和反舰导弹，为航空母舰或2栖攻击舰提供保护。那么它的具体性能到底有多强？要了解提康德罗加级，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它那足以让任何潜在对手感到绝望的技术代差。提康德罗加级的核心以宙斯盾系统为主，这4面巨大的雷达天线死死锁定了舰球周围的每一寸天空。它不需要像传统雷达那样笨拙的转圈搜索，电波是瞬间覆盖，在微秒级别内切换扫描方向，同时跟踪超过400个空中目标，然后引导导弹同时拦截几十个最具威胁的目标。当敌方的机群以为能通过数量优势饱和突破防线时，在提康德罗加级的中央处理计算机里，却只是一堆即将坠毁的战机编号。除了雷达，提康德罗加级最行的武器是它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这是海上最致命的死神蜂窝。一艘提康德罗加级拥有前后2组垂直发射模块，总计拥有122个发射单元，这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要知道，美军的主力战舰伯克级驱逐舰早期的单元数量只有90个，后期型号也不过96个，多出来的这几十个单元意味着提康德罗加级可以携带更多的标准3拦截弹，在拦截洲际导弹的同时，还能反手射出几十枚巡航导弹，直接轰平敌方几千公里之外的陆军指挥部。他们通常装填着标准 2MR 系列防空导弹，这是打击中远程飞机的利剑，不仅能防空，甚至能用来打击海面舰艇和地面高价值目标，更别提那专门对付低空掠海导弹的改进型海麻雀。每一枚导弹的发射都是由超级计算机在1/1000秒内计算出的最优轨迹，这意味着对手发动的任何攻击，在美军眼中都只是一道精密计算的数学题。提康德罗加级的反潜网络同样夯到爆，它使用了极其先进的 SQR-19拖曳阵列声呐，这种设备可以像长长的触角一样深入水下数千米，捕捉潜艇螺旋桨发出的最微弱的颤动。一旦锁定了敌方潜艇的位置，提康德罗加级可以立即通过垂直发射系统射出阿斯洛克反潜火箭。这种火箭会带着鱼雷飞向目标，在潜艇上方入水，让敌方潜艇在根本没有反应时间的情况下被炸成碎片。水面、水下、空中，提康德罗加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维度封锁。除了火力，它的排水量也值得一提。在4台通用动力 LM2500燃气轮机的驱动下，提康德罗加级能以超过30节的时速在海上疯狂飙车。当然，对现代战争而言，船只跑得快并不稀奇，毕竟导弹比任何飞机和船只都快。而提康德罗加最恐怖的是，它装备了美军最强大、速度最快巡航导弹，无论是战斧还是标准3，都是能将敌人当成斩于马下的利器。跑得快，打得远，反倒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的苏30战机只能在自家跑道上瑟瑟发抖的原因。因为只要它敢点火升空，提康德罗加级的拦截导弹就会在几百公里外把它变成太平洋上的一块废铁。不过，强悍的战力只是它的表象，提康德罗加级的恐怖还藏在它的诞生历史中，它本身就是一部人类战争传奇史。提康德罗加级的传奇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海军在戈尔什科夫的带领下，开发出了一种让美国海军感到颇为棘手的战术，就是著名的饱和打击。苏联人打算动用成百上千枚超音速反舰导弹，从深海潜艇、基洛夫级巡洋舰以及逆火轰炸机，在同1秒钟向美国航母机群倾泻所有火力。而当时美军的防空系统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瞬时数据，为了生存，必须开发出一种能瞬间处理海量目标，并且能自动接管防御指挥的超级电子大脑。这就是宙斯盾系统的由来。美军将这套系统直接塞进了提康德罗加级驱逐舰中。注意，这里是驱逐舰。
随着美军巡洋舰全部退役，提康德罗加级也正式升级为导弹巡洋舰，成为美国海军唯一的现役巡洋舰级。1983年，首舰提康德罗加号正式进入美国海军服役，从此彻底开启宙斯盾导弹巡洋舰时代。它就像一头闯入羊群的变异狮子，彻底改写了世界海战的底层逻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型战舰几乎成了美军的代名词。它在海湾战争中为中东航母编队提供绝对空优，在两伊战争的袭船战中拦截那些呼啸而过的反舰导弹，在冷战的最后时刻，更是用那四面冰冷的雷达阵列死死压制住了整个苏联红海军的锐气。最科幻的时刻发生在2008年，当时的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执行了一个被全球情报界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发射了一枚标准3导弹，直接在太空中击毁了一颗早前失控军事卫星。那一刻，全世界都看清了一个恐怖的事实：提康德罗加级的打击范围已经彻底超越了大气层，它能管海上、管空中，甚至能管到地球的低轨道空间。这种实战积累下来的战争底蕴，把卫星当麻雀打的技术代差，是任何新兴国家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通过模拟演习来弥补的。那么，如果让提康德罗加级面对俄罗斯海军，谁又能笑到最后呢？美军这些年一共造出了2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其中20艘已退役。也就是说，让7艘提康德罗加级挑战整个俄海军会产生怎样的画面？答案只有2个字：碾压，或者说是一场单方面的战术清扫。首先，当今俄罗斯海军已经凋零得不像话了。虽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遗产，但克里姆林宫却疯狂败家了几十年。比如俄罗斯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已经基本失去了起降固定翼舰载机的战斗力，前不久还传出其将彻底被拆除的消息。而俄海军硕果仅存的几艘核动力巡洋舰，比如彼得大帝号，虽然它的个头比提康德罗加级还要庞大，但内部的电子设备依然停留在20世纪。在现代化的电子对抗环境下，这些所谓的巨舰就像是睁眼瞎。其次，如果7艘提康德罗加级编队同时出动，他们总共拥有854个垂直发射单元，相当于854枚死神亲手递出的请柬。俄海军老旧的导弹巡逻艇甚至连搜索雷达都来不及开机，就被密密麻麻的导弹淹没。更不用说提康德罗加级的协同作战能力，可以让整个编队像一个超级蜂群一样运作。一艘船发现目标，7艘船瞬间共享所有导弹参数。俄海军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祈祷。另外，提康德罗加级携带的战斧，其最新的 Block 5型射程接近2400公里，这意味着美军巡洋舰可以在俄海军所有火力覆盖范围之外精准点名，一艘接一艘，直接把俄罗斯潜存的水面舰艇全部送回目的。俄海军唯一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核潜艇部队，但不要忘了，提康德罗加级拥有世界上顶级的反潜指挥系统，它携带的 SH-60海鹰直升机配合先进的 AN/SQQ-89声呐处理系统，就是为了在深海里捕捉那些企图偷袭的钢铁幽灵。这也是委内瑞拉不敢靠近美军大机群半步的原因。美军的苏霍伊战机虽然在航空展上的数据看起来非常华丽，但在没有预警机远程引导，没有电子战飞机强力掩护，他们面对提康德罗加级就像是用弹弓去挑战一辆全副武装的重型坦克。对此，委内瑞拉空军的飞行员们只能在马杜罗被带走的时候选择沉默，因为这种沉默是他们能够继续呼吸的唯一保障。至于俄军，面对提康德罗加级，结局与委内瑞拉军队恐怕不会相差太大。当然，除了自己争气，提康德罗加级的友军也很给力。无论是日本的横须贺港，还是关岛的阿普拉海军基地，这些地方都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强效补血站。他们拥有最先进的导弹吊装设备，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为军舰补满弹药。正是有了这种全球化的后勤支撑，提康德罗加级不需要每次都回美国本土城备，他们可以像游猎者一样，常年盘踞在世界各地的地缘要冲，锁住马六甲，锁住委内瑞拉的出海口。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具备即时毁灭能力的物理存在，才是美国海军维持全球秩序最硬的拳头。而这些也恰恰是俄海军永远无法比拟的地方。不过，提康德罗加级虽然已经是传奇巡洋舰，但传奇也会有老去的一天。那么，未来是否还有船舰能够接棒提康德罗加的重任？从服役到今天，提康德罗加级在海上遨游了半个世纪，正在逐渐步入晚年。它的部分舰体已经出现了金属疲劳，因此美军在2023年的财年预算中提出退役全部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预算草案提出的4个月后，维拉湾号就直接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了退役仪式。那么，它是否后继有人？按照美军计划，其正在全力研发下一代的 DDGX 巡洋舰，以此替代提康德罗加级。
在火力军看来，这并非英雄迟暮，而是传奇的交接。至少在当下的10年里，提康德罗加级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胆寒的海洋巡洋舰霸主。它承载了美国制海权的终极逻辑，那就是绝对的防御，以及让对手绝望的进攻效率。尤其是这种经历了数十年血与火的实战打磨，由数以万计的美元预算堆砌出来的纯粹武力，在绝对的技术优势面前，任何所谓的战术策略都显得苍白且无力。至于 DDGX 巡洋舰能否像年轻时的提康德罗加级一样，逐步成长为美军新一代巡洋舰传奇，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如果现役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全部出动，其综合战力到底有多恐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